5月份长寿花的花期已经接近尾声，开始了它的枝叶快速生长阶段。此时水肥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，如果水肥不足，就会导致长寿花生长缓慢，枝条瘦弱，也不会萌发新枝，影响下次的孕蕾开花。如果根系也不发达，那么度夏也会出问题。现在给长寿花施肥就不能以磷钾肥为主，要改施氮肥，因为氮肥可以促进枝叶生长。而家庭自制的黄豆水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氮肥，它能满足此时长寿花生长的营养需求。黄豆水的做法也很简单，花友们在家就可以自己沤制。花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一下养护长寿花的神仙水，也就是黄豆水的制作方法。第一步，浸泡。黄豆水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，挑选出家里发霉或者品相不好的黄豆，用开水浸泡到黄豆发胀，也就是黄豆的外皮可以轻松剥落的状态。浸泡的关键是热水要稍微多一些。第二步，煮熟。将泡好的黄豆连水一起倒入锅中，如果水太少，可以再加入一些热水，将黄豆煮熟晾凉。第三步，捣碎。将晾凉的黄豆用器具捣碎，或者放入料理机中粉碎，粉碎后可以缩短发酵时间。第四步，发酵。将粉碎好的黄豆装入干净的瓶子里密封好，装瓶子的6-7分满就可以了，然后将它放在有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发酵。每2至3天要打开密封盖子，释放下里面的气体，避免发酵气体过多将瓶子撑爆。根据温度的不同，发酵时间的长短也不同，一般夏季高温天发酵30至40天即可，冬季低温天要发酵2至3个月才能发酵完全。使用时也很简单，将发酵好的黄豆水用清水稀释后浇灌长寿花即可，每10天使用1次，就可以满足长寿花的生长钠的需求了。只有养分充足，长寿花才会萌发新枝，枝条繁茂的长寿花才能在下次花期时花开满枝头。但制作黄豆水时也有几点注意事项：一，在室内使用黄豆水，要等它发酵完全，没有异味后再使用。二，发酵好的黄豆水浓肥较高，不能直接浇灌植物，一定要稀释后再使用。三，如果当地最高温度超过30摄氏度，需要暂停施肥，并放置在通风、凉爽的地方养护。因为夏季高温期长寿花会进入休眠期，此时对于水肥的需求都有所缩减。除了5月份给长寿花浇黄豆水外，5月份养护长寿花还需要注意一多二少，这样才能平安度夏，入秋就爆花。一多，多修剪。在5月份左右，长寿花的花期即将结束，但它不会马上结束，而是一点一点减少花枝和开花量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很可能会拖着非常久，零星开放的花朵还会不断消耗植株的养分。为了能让长寿花尽快恢复元气，减少养分消耗，在夏天休眠之前积累更多养分，建议大家在长寿花开花量明显减少的时候，直接对其进行修剪，把残花以及还未开放的零星花苞和花枝都修剪掉，强制长寿花迅速累积养分。在给长寿花修剪的过程中，注意以下4点：一，在修剪残花和花朵的时候，不要只剪花朵，从花枝下面的1至2对叶片处下剪刀，把花朵、花枝连同花枝下一部分叶片都剪掉。这样修剪可以促进枝条萌发侧枝，枝叶多了，长寿花就能通过光合作用吸收更多能量。二，夏天天气炎热，各种细菌特别活跃，容易让长寿花的叶片生病。我们通过修剪保持植株通风，能大大减少生病几率，所以要及时把植株底部的老叶片、发黑、枯黄、过密、发卷、破损等有问题的叶片都修剪掉。三，过于接近土壤的叶片，即使健康也要修剪掉，因为天气热的时候，给花盆浇水后，土壤的水分会蒸发出潮气，叶片离土壤太近，容易腐烂，很可能会蔓延到整个植株。四，为了保持整个植株透气、透光，那些细弱无力的枝条都要修剪掉。还有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交叉枝、过于密集的密集枝，也要相应的剪短或者剪掉一部分。毕竟对于度夏来说，良好的通风是重中之重。一少施肥。长寿花修剪完毕后，适当施些肥料为它补充营养，能够帮助它快速吸收养分，恢复活力。不过是否施肥与否，还要看具体的环境温度。
当修剪后的温度在30度以下，长寿花还能正常生长，可以使用一些氮磷钾元素均衡的固体肥，或者花多多1号等液体肥。固体肥料大约1个月一次，液体肥料大约10天左右一次。随着气温持续升高，肥料用量就要相应减少。当气温持续在30度以上后，就要完全停止施肥，因为此时的长寿花进入休眠状态。再施肥的话，长寿花根部吸收不了，还会给根系带来负担，不利于度夏。2少晒太阳。进入5月份，春季向夏季过渡，随着气温越来越高，太阳紫外线也会越来越强。长寿花虽然是喜阳花卉，但过强的光照会晒伤它的叶片，导致黄叶和枯叶，甚至可以把整个植株晒死。因此在5月后，需要我们把长寿花的花盆移动到散射光处，避开强光直射，有充足的散射光即可。5月以后的度夏对于长寿花固然重要，但1年4季的浇水也马虎不得，否则也会后果严重。下面就介绍长寿花4季浇水的方法。春天浇水。春季是长寿花的生长旺盛期，尤其是气温在15度以上时，需要较多的水分以及养分来维持生长。在春季天气回暖后，可以适当保持盆土偏湿润一些，但不能过度浇水，否则花盆积水过多会导致水大烂根的情况。我们在看到花盆土壤表面发白干燥以后，可以用手指从土面上向下抠入3至4厘米，如果土面下依旧很湿润，则暂时无需浇水。如果土面下是干燥的，那么就可以进行浇水。此外，在春季长寿花的生长季节里，也可以在浇水的时候，适当在水里放一些水溶肥，来给长寿花提供充足的营养，促进枝叶生长和花朵开放。夏天浇水。长寿花喜欢凉爽的温度，害怕炎热的天气。当夏季气温超过30度，生长便会变得缓慢，气温超过35度，则会进入休眠状态，完全停止生长。消耗的水分少了，浇水也要相应减少。夏天高温下的长寿花要保持土壤处于偏干的状态，等盆土完全干透之后再进行浇水。新手花友推荐竹签法，找一根竹签，沿着花盆边缘插入花盆底部，不知道该不该浇水的时候，就把竹签拔出来观察一下。如果竹签尖端干燥不潮湿，就说明盆土干透了，可以给花盆浇水。若竹签尖端湿润不干燥，则无需浇水。此外，夏季温度过高时，长寿花生长缓慢，需要适当的遮阳，避免植株被晒伤。同时，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也有助于防止高温高湿导致的闷根问题。秋天浇水。秋天的天气再次变得凉爽，气温下降，长寿花也会逐渐恢复生长状态。这个时候的情况与春天是很接近的，我们浇水也可以恢复到春天的状态，让盆土处于微湿，但不要过度湿润的状态。浇水方法也和春天一样，浇水之前观察一下花盆土壤表面，看到花盆土表面发白干燥以后，用手指从土面上向下抠入3至4厘米，如果是干燥的，就可以进行浇水。冬天浇水。冬天天气寒冷，为了防止长寿花被冻伤，需要将花盆搬回室内保温养护。如何给长寿花浇水？因为养护环境的温度不同，浇水方式也不同。如果家里有暖气、地暖等取暖设备，环境温度可以持续在15度以上，长寿花能够继续正常生长和开花，那么浇水也可以按照春季和秋季的方法进行。如果家里的温度比较寒冷，温度在15度以下，长寿花处于休眠或者半休眠状态，那就要采取夏季时的浇水方法，等到盆土干透之后再进行浇水。冬季室外天寒地冻，刚接的自来水的水温很低，直接浇灌容易冻伤长寿花的根系，需要先在室内放置一段时间，等水温与室温一致后再进行浇灌。冬季浇水的时间最好在中午时，中午气温最高，浇水后水分能被植株更快速的吸收。最后补充一句，无论什么时候浇水都避免溅到叶子或者花朵上，以免导致花叶腐烂。浇水工具也最好选择长嘴浇水壶，缓缓沿着花盆四周浇水。今天系统的介绍了长寿花养护的内容，希望对将要迎来夏季的你有所帮助。也希望花友的长寿花都能够安全地度过夏天，入秋就开爆花。
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